成年人的世界，总有他要走的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越是长大，认识的人越多，社会经验越丰富，社交困难症却越来越严重，也越来越不懂得社交。一方面，我们住在钢铁丛林的城市里，大量的交流都是透过屏幕，屏幕后面的我们跟真实的我们反差越来越大，线下的人际交往能力也越来越弱。就像很多朋友圈里的段子手，在现实中往往都是静默如鸡的小绵羊，跟人主动交往能够难死他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越来越孤独，只会跟自己相处，碰到人多的场合就希望能藏在角落里，只想独处。一个四川朋友有一个金句，每次我被逼参加集体活动，心里想的都是滚滚滚，你们都默哀老子。最直接结果就是，尽管大家都知道社交必不可少，却又不懂社交，所以总结了一些常见的社交潜规则，分享给大家。一，先说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常识，人都是社会动物，在人际交往中都会克制负面情绪。从这个常识出发，别人的负面情绪其实远比你感受到的大。换句话说，你感受到别人对你的不耐烦是1，那真实的水平应该是10。其他情感同理。2，没有回应的请求就是拒绝。就像我一个同学向他朋友借钱卖房，我同学微信发过去之后，他朋友没搭理他。后来我这个同学以为对方没收到，又打电话发微信追着问了3次，对方都没回应。他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之后，我说没有答案，本身不就是答案吗？3，别人夸你的时候不要太得意，人生总体是守恒的，有多少人夸你，就有多少人骂你，或者排着队看你的笑话。就像当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说，当年夸我学习好有出息的街坊，同样也在笑话我，北大毕业又怎么样，部级单位又怎么样，工资那么低，在北京怕是连饭都吃不上。所以别人夸你不要洋洋得意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摔倒。同时别人嘲笑你也不要太在意，对他们最好的回击就是你的成绩。另外，请记住我一句话，牛逼的人总是毁誉参半。4，会夸人是高级生产力。有一次，我跟插座学院创始人何川老师在簋街撸串，聊到一个社交相关的话题，我冒出来一句，对于很多小白来讲，嘴甜是一种高级生产力，能帮他们改善很多人际关系，找到不少机会。何川纠正我说，不光小白，嘴甜会夸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高级生产力。夸人，我可以分享3个小技巧。1，如果你不愿意当面夸人，你可以背后夸，夸人的话早晚会传到对方耳朵里。2，夸人不要总是聚焦显而易见的优点，因为对方都被夸腻了。比如好看的人，你可以夸他有内涵；有钱人，你可以夸他有文化；身材好的人，你可以夸他长得好看。3，夸人不要泛泛而谈，要聚焦细节，详实生动。比如李安的电影《喜宴》里，儿媳妇顾薇薇这样评价高富的书法作品，不论用笔或者是结构，都有一种经过精心推敲却又浑然天成的美，而且气韵跟这一首白居易的诗浑然合成一体，这是艺术里非常高的境界。而且您这幅字全篇从头至尾没有一个败笔，真是神闲气足，长寿之争啊！这就比别人说的好，写的真好，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当然这不是让你硬夸，确实没优点还硬夸，那就是虚伪了。5，不要问低级简单的问题。如果有人老问你特别简单的问题，这个人可能有3种问题。1是特别懒，百度都不愿查。2是没动脑，有的问题真的是好好思考一下，自己就能得到答案。3是不珍惜别人时间，不想付出努力，只想麻烦别人。我遇到问这种问题的人，分分钟想爆炸。老师，秦和汉，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？按顺序来。老师，我想学写作赚钱，怎么做？先开始写。老师，我也想年薪100万，怎么做？先达到年薪10万。很多时候，不是别人不爱搭理你，而是你问的既没有营养，也没有提前做知识准备，对别人也是一种冒犯。6，没有人喜欢听批评，如果他说喜欢，那他撒谎。其中对别人生理、人品、家庭、工作价值、精神层面的批评，
是直击核心的批评。如果不是故意有劲，还是不要瞎说的好。比如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了好几次，感觉你的工作没什么价值啊，净写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咋还不转行？所以我们已经1年多没联系了。7. 待人处事要真诚，因为真诚本身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，特别是出了问题要及时沟通，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收拾了，再用谎言进行掩盖。前天我去中信出版社拜访，编辑老师吃饭的时候提到，本来安排了一位新媒体作者对一位畅销书作家进行访谈，结果采访当天上午，这个作者说生病来不了，无奈双方约定了3天后。第2次采访当天，这个作者在约定时间没出现，后来直接不回微信，也不接电话。后来发现，这个作者根本没生病，而是临时出去旅游了。撒谎绝对能直接毁灭一切好感。8. 要及时记住别人的名字，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无足轻重。我刚做记者的时候，参加过一个媒体答谢会，采访了某个世界500强公司的亚太负责人。2年后，在一次跨年活动上，这位外国高管竟然记得我的名字，当时真的是有点感动。对方又不懂中文，平时还这么忙，过了这么久还能记住我的名字，确实不容易。有很多人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，那只是你觉得对方不重要罢了。但是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自己不该得到尊重。09. 约见一定要准时，哪怕不准时，也不要撒谎。嘴上说着5分钟就到，其实还有半小时。之前有个师兄介绍了他一个亲戚，说是想考北大的研究生，让我介绍一下学院的各个老师。因为扛不住对方的热情，只好约了喝咖啡。结果这个女生迟到1个多小时，但每次问她，她都说还有5分钟就到。后来她道歉，说自己是习惯性迟到。这哪是习惯性迟到，根本就是习惯性撒谎。10. 一定要警惕那些没什么事就想找你聊聊的人。明明几年都没联系，但是一聊就聊半小时的人，一般是要找你办事。如果很快说了目的还好，如果老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往往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你很为难。这种情况下，也不用担心什么面子，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不办。你以为拒绝对方伤感情，其实答应了办不成才更伤感情。11. 强烈建议摒弃无用社交，你不行，认识谁都没用。曾有人跟作家李尚龙说，我参加了不少社交，朋友也不少，但直到今天，很多事情都无人帮助我，很难过。李尚龙问他，社交场上别人一般怎么介绍你？他说，我的朋友小白。李尚龙说，一般怎么介绍那些优秀的人？他说，独立撰稿人、主播、导演、教授。所以如果你自己不强大，很多社交其实没有什么用。如果不能给别人创造价值或者潜在价值，别人明知道你想在人家身上找机会，为什么要认识你？12. 费劲维系的关系，最终都是费力不讨好。以前有人在某校友群里加了某领导，从此每天化身天气预报员，每天对该领导嘘寒问暖，天冷提醒加衣，下雨提醒带伞。后来该领导直接把此人删掉了。某次饭局上提到此人不无轻蔑，年轻人有精力还不如干点正事，不要总是想走歪门邪道。所以请记住我这句话，舔狗舔到最后往往一无所有。13. 不要过度的展现你的生活细节，适当保持神秘是增添魅力的不二法门。我曾经跟一位采访过很多大佬的财经记者交流，他说很多大佬远看魅力无限，近看瑕疵点点，这些大佬各有各的毛病，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完美。这就是所谓的仆人眼里无伟人，离得太近，细节展现的太多，你就会丧失过多的神秘性，魅力也会大大降低。14. 学会礼貌，接触的人越多，我发现很多人基本的礼貌都没有。其实说个你好、请问、谢谢，即使不能给你的社交加分，但肯定不会扣分。我很多读者加了我之后，就直接说我很迷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现在有个 XX 问题，你说说答案。往往连个请问你好都没有，我只能默念那您继续迷茫好了。很多事儿只要你好好说就能解决，但是很多人就不，
归根结底还是不够重视，或者是从小没养成好习惯。15. 保持可激怒的状态，你会过得很舒服。什么是可激怒的状态？就是别人触碰你的底线，或者让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要表达出来，或者反击。我曾经看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个酒鬼爸爸，每次醉酒后就打骂妈妈，妈妈一直默默忍受，直到这家的大儿子长大后，这种问题才停止。很多人都认为是爸爸有问题，但其实妈妈也有问题。默默忍耐10几年，如果在最开始找个机会反抗或者离婚，可能根本不会忍受这么久的家暴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完全不需要一直忍受，该抗议的时候抗议，该反击的时候反击。如果别人知道你不好欺负，自然不会欺负你。16. 不要过分在意陌生人的眼光。有个家庭条件很不好的女生讲过一个故事，说自己在上大学之前都没吃过麦当劳，没涂过口红，没坐过飞机。其中最让她介意的是第一次去西餐厅的时候，点了一份8分熟的牛排。因为她后来学了一点西餐礼仪，知道点牛排的熟度一般是点单数，点双数显得很外行，可能被当时的服务生默默嘲笑了。其实我觉得外出消费买的是个开心舒适，太过介意自己是不是露怯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土，往往是自己内心力量不强大。你其实不用太介意陌生人的眼光，因为反正谁都不认识谁，3分钟以后除了你自己，没人会感觉尴尬。17. 任何性格的人都值得交往。有的人就喜欢那些外向自来熟的人，但是人心的空间是有限的，对谁都很热情自来熟的人，情感不会太长久，反倒是那些很难走进他们内心，看起来很内向的人，友情比较容易持久。18. 丧失一段关系是一段很正常的事情，特别是你成长越快，你就越容易脱离昔日关系。我一直认为，最好的人际关系应当是具备建设性的，就是指两个人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，两个人在一起比较舒服，而且能够互相督促成长。双方的步调总体应该保持一致。如果一方总是领先另一方，那么不管是领先的还是落后的，都会感觉特别累。不管是从价值观、社会地位，还是共同话题上，两者的交集都会越来越少，交往起来就越来越难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不要尝试去挽回一段失败的关系，因为总是会有人因为跟不上你的步伐而掉队。